嘿，怎么会这样？不用说了，一定是偷情啊！白天就这样了，晚上一定变色狼。朋友嘛，朋友，你别告诉我，你跟你的朋友在街上也是这样拉拉扯扯的。不是，我哪敢啊！我要问清楚他。孙亚基，孙亚基，喂，葛国光，快开车追啊！啊，宝宝在这里，怎么能乱来呢？要追呢，你们自己叫车追吧。悠悠啊，你快打电话问他吧。你在哪里？谈生意？谈什么生意啊？喂，喂，挂断了，这么大胆，再打！转去留言了。其实跟朋友喝杯酒也不代表什么啊。那为什么要挂断呢？电话没电喽。哎呀，哪有那么巧啊？肯定去偷情了。我以前的男朋友也是这样，不想我知道他在哪里呢，就关电话，跟着一夜也不回家。AK， 喂，悠悠，几点了？以为散庭了呢。你样子怎么这么累呀？你昨天去哪了？我昨天跟一个客人谈点事，哇，他可啰嗦了，揪着我不放啊。揪着你不放？后来呢？回家了。回你家还是他家？当然是我家了。这套西装好像昨天穿过吧？怎么了？臭啊！我明天拿去干洗吧。毁尸灭迹。什么？我说你衣服有股香味儿，好像是茉莉花味儿。伊娃，我们该上庭了。你跟他？是啊，我是他辩护律师。进去吧。也是茉莉花味儿。王一凡被控于本年6月2号晚上11点20分，在机场路醉酒驾驶，而且事后不顾而去。被告认不认罪？法官阁下，我代表我当事人否认控罪。但是被告在警察局的口供已经承认了控罪。在案发当日，被告驾驶小轿车撞伤途人之后，不止没有报警，而且还离开现场。不过被警方的路障截停。被告经过酒精测试，证实超出标准1倍。这些全部都在供词上写得清清楚楚。但是我的当事人在录口供的时候没有律师陪同，他根本不清楚控罪的严重，还有自己的权益。这根本就不成理由。很多被告都没有律师啊，更何况没有人阻止他找律师，是他自己选择不找。他为什么不找呢？我哪知道？你说了，因为他喝醉了。我当事人在神志不清和极度惊慌的情况之下，再加上警方的盘问，才承认控罪。我要求为我当事人重新录取口供。反对！你凭什么说他极度惊慌？这份是我当事人心理医生的报告，里面清楚指出我当事人王一凡曾经患过情绪病，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，因此做出错误的判断。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你们还去喝酒啊？我不明白你说什么。我说你们昨天一起去喝酒。肃静！检控主任，你现在审我，你当我是被告还是你男朋友？那你们一晚上到底谈公事还是私事啊？私事。我肯定两位现在在庭上说的是私事。检控主任，辩方律师，你们两位公私不分，待会儿来我办公室解释。至于辩方律师的申请，本席接纳，被告将会重新录取口供，本案押后再审。Court，你们两位谁可以告诉我，刚才在庭上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身为辩护律师，我的责任是维护我客户的利益，我没错，是检控主任不相信我，才会在庭上说出那些不知所谓的话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一晚上不接我电话，不知道去哪了，今天上班一股香水味儿。我跟客户谈话是不需要而且不应该告诉检控主任的，这样才叫公私分明。公私分明？你公私分明怎么会今天上班一股香水味儿啊？你今天闻来闻去就是闻我。够了！我大致上明白是怎么回事。辩方律师在庭外跟客户谈话是不需要告诉检控主任的，在庭上为客户辩护，这也是很应该的。至于检控主任你公私不分，你竟然把儿女私情带上法庭，我真的很怀疑你的 EQ， 还可不可以继续担任检控主任？
对不起。辩方律师，你在法庭受到无理的挑拨，也一样不应该动气。你们现在在庭上对骂，不止不专业，还很不尊重你们自己的身份。对不起，我不想再听见你们说对不起这3个字。你们的私生活我是不会管，不过如果你们影响了你们的工作，我就不会坐视不理。我也不希望再有下一次，要不然我会考虑在律师公会还有律政处投诉你们俩。你们2个好自为之吧。出去吧。喂，危险驾驶那案子有新证人，别让他走，我马上来。程永志先生，那在事发当日，有个油站的职员，他看见你坐在王一凡的身边，是不是？不错，因为伊娃当时开车送我去机场，途中车子没油了，所以就把车开到油站加油。那你有没有看到他撞人呢？没有，因为我落下一份文件，所以半路下车了。那为什么你去加拿大这么快又赶回来了呢？我到了那边才知道这么严重，所以就立刻赶回香港，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可能会传召你出庭做控方证人。但是我什么也不知道啊。我们想请你证明王一凡开车时候的精神状态。陈先生，什么事啊？我姓苏，是王一凡的代表律师，有些事想请你帮忙。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知不知道伊娃醉酒驾驶撞伤人不顾而去，他会被判坐牢的？这么严重吗？伊娃平常开车很小心，这次的意外应该不是他造成的，是不是？陈先生，如果你知道真相的话，说出来。徐雅姬，你也太离谱了吧！居然为了依法来骚扰证人！我现在郑重的告诉你啊，我已经传召程永志为控方证人，如果你再骚扰他，我就告你妨碍司法公正。哦，是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没收到有关的法律文件。你明天就会收到了，不过也不代表你今天可以骚扰证人。哇，幸亏你跟我说了，谢谢。装傻充愣。拜拜。程先生，你以后不可以再接触这个人，到出庭当日，你把真相说出来就行了。那挺好，谢谢。郑急找我什么事啊？是不是案子有麻烦？先叫喝的吧。谢谢，啤酒。好。哦，我记得你曾经提过有一个感情很好的男朋友，是不是？嗯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他名字应该叫程永志。对了，干嘛没事要提起他啊？哦，我觉得你这次撞伤人这么大的事，身为男朋友的应该关心你，可是他好像一点表示都没有。阿志他不在香港。伊娃，我们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我把你当妹妹一样。如果你有什么苦衷，你可以跟我说。没有啊，没有什么苦衷啊。你撒谎。程永志他回香港了，我刚才跟他谈了谈。案子与他无关，你不要把他拉下水行吗？与他无关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阿芝他好不容易才大学毕业，他在加拿大有很好的发展，他的前途一片光明，他不能出事，你明白吗？你小的时候也很爱念书，有一次修女她告诉我，你放弃上大学的机会，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，可是我现在明白了，你要挣钱去供阿志念书，是不是？如果阿志他可以出人头地，我就算有一点点牺牲，又算得了什么？我是你朋友兼辩护律师，你应该相信我，对我坦白。告诉我，程永志那天是不是开过你的车？撞伤人的根本不是你，是不是？你闭嘴呀！不要再说了，行吗？我告诉你，阿志他绝对不是你所说的那种人。对不起。我再说最后一次，这案子跟阿志无关。总之，我拜托你，你尽力给我打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不会怨你。好。每天那么多人出入油站，你为什么这么肯定，在今年6月2号晚上11点10分，我的当事人曾经去你当值的油站加油呢？因为当时他的情绪真的很不稳定，所以他一下车就立刻进去买了几罐啤酒，
所以我印象很深刻。你亲眼看见我当事人喝酒啊？反对。辩方律师根本不需要问这个问题。无论证人是看见或是没看见，根据警方给被告做的呼气测试报告，已经证实了被告的体内酒精比标准超出了1倍。反对有效。辩方律师，你提出的问题要谨慎一点。知道，法官阁下。你说我当事人当时情绪很不稳定，这些只是你个人的意见，除非你有认可的专业资格。你有没有？没有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当天是不是只有我当事人一个人？不是，我记得司机位旁边还有一个男人。谢谢你。法官阁下，案发现场距离油站需要10分钟的路程，证人不可能目睹案发的经过，所以当时在车上的男人才是这案子的关键证人，他就是程永志。程先生，请你说出今年6月2号晚上发生什么事了。那天我要上飞机去加拿大工作，最少要2、3年才回来，所以伊娃约我一起吃饭，顺便给我见学。吃完饭之后呢？后来伊娃送我去机场，但是我忘了带新公司的聘请信，所以自己下车叫计程车回家拿。为什么伊娃不送你回去呢？因为伊娃当时的情绪不是很稳定，而且她喝了很多酒。我的新工作不能有什么差错，我怕来不及赶到机场，所以自己叫计程车回家拿。大家都知道酒后驾驶有一定的危险性，但是你竟然扔下你女朋友自己叫车走，你真是很重视你的工作。是，但是你到了加拿大又马上飞回来，连工作都不顾，这也就证明了你其实很重视你女朋友，所以你绝对不会把你女朋友一个人留在车上，是不是？其实那天你根本就没有下车，撞伤人的根本就不是伊娃，是不是？是。反对，反对辩方律师做出假设性的问题扰乱证人。证人无需回答。法官阁下，辩方律师曾经私自接触过控方证人，有妨碍司法公正的嫌疑，控方会保留起诉的权利。我没有影响证人，你不要胡说。由于证人可能受到辩方律师的影响，使得供词对控方不公平，控方决定把程永志先生转为敌意证人，希望法官阁下剔除他所做的证供。我不反对你把他转为敌意证人，但是希望你不要意气用事，害了一个无辜的人。我只是按证据来做，感情用事的人是你，你跟伊娃。我没有。肃静！你们当法庭是什么地方？证人，你随便更改口供，本席可能会控告你藐视法庭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现在休庭15分钟，你们俩来我办公室。